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奔跑吧海报给白鹿 P 半身照被指敷衍，白鹿粉丝要节目组道歉。奔跑吧第13季已经正式官宣了播出时间，将于4月25日和观众见面。在官宣海报中，嘉宾们一一亮相，唯独白鹿只有一张白色半身照，略显敷衍草率。如果不仔细看，根本看不出来作为常驻嘉宾的白鹿位置。看到这张海报之后，白鹿的粉丝不高兴了，认为节目组没有尊重白鹿，一点都不认真对待。粉丝们纷纷要求奔跑吧节目组给白鹿道歉，并立刻更改图片。众所周知，白鹿已经是连续好几季的常驻嘉宾了，此次因为档期缘故无法参与13季的全部录制。尽管如此，其他同样缺席的 MC 都是用的全身照，为何只有白鹿有所不同？究竟是刻意为之，还是真的不小心？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白鹿粉丝有意见了。在上一季当中，白鹿的 ID 被打错，不过没多久导演就站出来道歉了，表示是因为运营人员的操作失误，不小心打错的。另外还有一次，白鹿的服装直接和嘉宾的服装90%相似度，肉眼可见的敷衍和劣质，粉丝们自然不买账。此次半身照海报风波，不仅仅是粉丝，连路人网友看到都表示多少有点过分了。距离海报发布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了，目前奔跑吧官方还未正式回应此事。从2022年开始，白鹿正式成为奔跑吧的常驻嘉宾，连续3年时间贡献了不少经典名场面，嘟嘴吹口哨，用嘴榨西瓜汁，模仿土拨鼠叫声。他抱着满满的期待和热情参与每一季的录制，也难怪粉丝们不满这次的海报。2. 奔跑吧西安引爆唐风，白鹿携新剧杀回，综艺江湖再掀波澜。奔跑吧西安站开录，白鹿杀青后火速归队。白鹿工作室3月31日甩出一张行程表，4月15日到18日奔跑吧录制行程明晃晃挂在上面。这姑娘刚在横店拍完《唐宫奇案》，戏服还没捂热乎就直奔综艺现场，敬业程度堪比800里加急送军报的一族。节目组这波操作挺有意思。第13季首站在武汉录完，转头就奔西安去了。要说选址确实讲究，武汉过早的热干面刚吃完，马上就能叠一碗西安的羊肉泡馍。兄弟团里沙溢估计最乐呵，这老哥走到哪吃到哪的做派，活脱脱就是个移动的美食地图。白鹿这次回归算是解了观众的馋，前几期节目少了这个能唱能跳还能自黑的姑娘，弹幕里总有人念叨缺了点什么。她上季在泥潭大战里摔成表情包的画面，现在刷短视频还时不时蹦出来。这次带着新剧《唐宫奇案》的热乎劲儿回来，导演组怕是要准备点特殊环节，比如让这位刚演完女侍卫的姑娘现场表演个空手劈木板。说到《唐宫奇案》，这片子来头不小。原著小说《唐宫奇案之血预设》在豆瓣读书评分8.2，作者森林路最擅长把历史考据写成悬疑故事。白鹿演的内廷侍卫常李佩仪，人设是冷面阎罗心藏火，光看路透里那套猩红骑射装就够飒。跟他搭戏的王星越也是新生代里的演技派，两人在片场一个挽弓一个执剑，硬是把古装剧拍出了武侠片的架势。剧组服装师这次下了血本，唐朝织锦纹样复原的一丝不苟，连配角头上的鎏金步摇都是按法门寺的宫出土文物仿制的。有场戏拍元宵灯会，200多盏宫灯全手工扎制，场务说点亮那刻，整个横店影视城都跟着晃眼。这种较真劲儿倒让人想起20年前的大明宫词，都是肯在细节上烧钱的种。白鹿这半年算是踩着风火轮赶场，
唐宫奇案杀青宴上蛋糕还没切，经纪人就递来了《奔跑吧》的台本。4月9日剧组散伙饭，1时5日就得到西安钟楼下集合，中间还得抽空背综艺流程。他工作室发的行程表密密麻麻，像高考课程表。20号品牌直播，21号广告拍摄，23号商业活动，这强度比快递分拣员还夸张。奔跑吧节目组今年玩得挺野，听说西安站要搞大唐密盒主题，让嘉宾们穿着唐装玩密室逃脱。剧本杀编剧把《妖猫传》和《长安12时辰》的梗都揉进去了，据说最后关卡的在碑林博物馆里找线索。李晨前2天接受采访说漏嘴，抱怨背历史知识点比健身还累，背完才知道节目组给的资料里掺了假消息。观众最期待的还是白鹿和郑恺的冤家组合。上次这姑娘用陕西方言喊郑恺瓜娃子，直接冲上热搜前3。西安本地论坛已经有人在赌，这次他会不会教兄弟团唱秦腔版卡路里？倒是导演组该头疼，白鹿那种不按套路出牌的野路子综艺感，后期剪辑师的准备3倍量的备用素材。发布会定在4月17日大明宫遗址公园，选址挺妙。刚拍完唐朝戏的白鹿往丹凤门前一站，都不用另外搭布景。听说现场要复原唐代打马球游戏，节目道具组连夜做了20多个软包马球赶上回玩水枪大战把 Angelababy 礼服喷湿的教训，他们可算长记性了。白鹿经纪人透露，这姑娘行李箱里还塞着唐宫奇案的剧本，白天录综艺，晚上背台词，这操作让同剧组的王星越直呼内行。不过粉丝倒不担心，他当年拍《周生如故》时，能在片场边哭边讲冷笑话，这种分裂式工作模式早练出来了。奔跑吧这些年能长青，秘诀就在于人字。沙溢的市井幽默碰上白鹿的鬼马精灵，再糅合李晨这种老实人偶尔爆发的综艺感，比什么剧本设计都管用。这次西安站要是能把永兴坊摔碗酒和节目游戏结合起来，估计又能贡献一堆表情包。隔壁极限挑战刚官宣要去洛阳拍应天门奔跑吧，转头就进了长安城。这2档老牌综艺在古城较劲，倒让历史爱好者过了瘾。有网友调侃，现在看综艺的背本中国通史，不然都看不懂节目里的历史梗。白鹿工作室发的那张行程图，其实藏着现在艺人的生存现状。演员要能在片场绷得住演技，上综艺还得放得开形象，中间还得见缝插针赶商务。他这次红衣策马的古装路透刚上热搜，转头就要在综艺里滚泥潭，这种反差萌观众倒是买账。唐宫奇案的武术指导爆料，白鹿吊威亚从不用替身，有场屋檐追逐戏连拍18遍，下来时大腿淤青连成片，他还能笑着吐槽唐朝女官不好当。这种劲儿带到奔跑吧里，估计撕名牌环节又能诞生新名场面。节目录制前3天，西安回民街的商户们突然集体补习普通话，据说是听说兄弟团要来录美食特辑，怕自家羊肉泡馍的方言介绍被字幕组打成乱码。这种民间自发行动比什么宣传都实在，可见这档综艺的国民度。发布会当天恰逢农历谷雨，有网友翻出老黄历说这天一会有，倒是应了兄弟团重聚的景。白鹿要是现场来段唐宫奇案里的剑舞，估计能省下节目组3页台本。娱乐圈像个高速旋转的陀螺，有人被甩出去，有人死死扒住中心点。白鹿这类演员有意思的地方在于，他们能在陀螺上跳舞。